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爷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在手机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今天呢，各家厂商都开始向细分领域去进发。那其中，游戏手机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品类。作为最早一批提出游戏手机概念的品牌 ，ROG 呢一直有着超前的设计理念。而刚刚发布的 ROG 游戏手机6 Pro 带来了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提升呢？咱们抓紧来看一下。这里为你展示的是 ROG 游戏手机6 Pro 幻影白。外观方面相较于上代有了不小的变化，背面摄像头采用了3摄模组，保护玻璃相对于前代增大了不少。主摄呢是5000万像素索尼 IMX766 传感器，还支持 8K 视频录制。背板除了摄像头之外呢，全都采用了横向设计。机身右下角是 ROG 的 logo 和腾讯游戏的字符。背板呢中间是可以亮起的 Dare to Play 以及 ROG Vision 炫彩个性视窗。那这块显示屏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显示不同的动画效果，并且支持自定义，展示你喜欢的图案和文字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打算在这块屏幕上打什么字呢？不管打什么对面的人都可以看到。整个背板的设计呢，像宇宙飞船的太空座舱，充满着未来的气息。外形方面呢 ，ROG 6 Pro 采用的是圆角边框，在屏幕衔接处呢有切边处理，使得手指在边框和屏幕处滑动的时候不会有明显的割裂感。功能方面，左侧呢是 SIM 卡槽和全功能的 Type-C 接口。卡槽部分呢，这里有一个明亮的蓝色加以区分。右侧呢，除了电源、音量、麦克风以及超声波按键，还有底部极为先进的 3.5 毫米耳机接口。这对于电竞玩家来说确实是刚需。可能是考虑到横向握持的时候手会遮挡扬声器所以这一次呢 ，ROG 的扬声器并没有放置在边框的部分，而是放到了屏幕上下两端对称双正向的扬声器。游戏手机拿在手里的存在感确实是很强。那实测重量已经达到了239克，当然这个重量在游戏手机品类当中算是正常的。机身厚度呢 10.4 毫米，摄像头凸起不多大概 1.67 毫米，整机拿在手里的感觉还是比较扎实的。本次ROG 6 Pro 的屏幕部分是有新的升级，6.78英寸的2448×1080的分辨率，三星 E4 AMOLED 的屏幕，72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，还有一系列的认证。比较特殊的是，这块屏幕最高支持165赫兹的超高刷新率，尤其是这其中还有5档刷新率，你可以选择想用什么刷新率就用什么刷新率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兼顾到省电和流畅的体验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日常选择哪个档位呢？在屏幕亮度方面，实测呢手动最高582，自动最高925这个表现是很不错了。甚至在一些户外阳光的场景呢，也可以玩一玩。看完测试数据呢，再来播放一段 HDR 视频，看一看 ROG 6 Pro 的实际显示效果。在测试片的第一个画面当中呢，右脸的高光地方并没有过曝，而且还呈现出了一定的细节。整体的色彩画面呢，并没有偏色的情况。在第二个场景里面呢，天空云层的细节得到了比较好的保留。在我们熟悉的旗舰机型当中也是属于中上游的水平。声音部分呢，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双正向立体声扬声器还搭配了 Direct 调调，在游戏的时候能够带来更加真实的视听感受。在音频向导里面呢，有4个场景音效可以选择，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。另外呢，还有10个频段均衡器可以调节，这些都是系统级别的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来播放一段音乐，感受一下实际效果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感觉这台手机的声音十分的洪亮。如果是近距离开到最大的声音呢，就有点太过响亮了。而实际听感呢，也是比较优秀的没有那种高音的破音或者呲音的情况。既然是游戏手机，那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性能这个部分了。本次呢 ，ROG 游戏手机6 Pro 搭载了最新发布的高通骁龙8 Plus。相比较于上半年的很多旗舰机型都有着不小的提升。那实际表现怎么样呢？咱们抓紧来测试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室温25度、27度的情况下，开启手机的各种模式来进行测试，选取多轮的跑分值。其中呢，比较熟悉的AnTuTu可以很轻松的达到110万。读写速度方面呢，如图所示那这个数据也是不错的。还有 Geekbench 5以及 3D Mark Wildlife。再加上专注于显示部分的 GIFX Bench， 那这几项测试的跑分结果呢，相对于上半年的很多旗舰机型都是有比较明显提升的。跑分看完，再来看一看实际的游戏表现是不是像跑分那样很出色。在游戏之前呢，咱们先来看一下游戏手机内部的专属系统设计。
ROG 6 Pro 的智控中心啊，在启动的时候有非常炫酷的启动动画和音效，这仪式感满满。游戏大厅呢，则是游戏集中的展示区域，你可以针对每一个游戏进行性能啊、显示啊、触控啊、网络等多方面的设置。也就是说，不同的游戏玩家啊，都可以获得专属的游戏体验。比如说，我们玩一些大作，当然希望性能拉满，但是如果我们玩一些休闲的小品类的游戏，比如消消乐，当然就希望它续航的时间要长一点。这些呢，都是可以通过单独游戏的精细调节来实现。在控制台呢，你还可以查看手机当前的各种各样的详细情况，像 CPU 的温度啊、系统温度等等。ROG 的游戏精灵呢，也是很优秀的游戏辅助增强功能。本次游戏精灵的 UI 界面呢，采用了太空座舱的控制台设计，科技感很足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很方便的切换系统模式、切换刷新率、打开 Air Triggers 等等。这里咱们就重点聊一下这个 Air Triggers 6，它在系统方面呢有了进一步的升级。超声波的肩键啊，支持单侧肩键2个手势来触发不同的操作指令，还新增了按下触发双操控。按下和抬起可以触发不同的方案，在一些高速的竞技类游戏里面呢，就能让你更快的进行复杂的操作。而且呢，这次还新增了体感方向键，按住超声波肩键啊，并且倾斜手机就可以调整视野区域。Air Trigger 6系统呢，同样还可以在游戏之外来使用。你可以去调节它的长按和短按，打开不同的程序啊，比如说打开相机、屏幕截图等功能。还可以通过双指长按肩键来开启智控中心，带来更好的操控体验。下面来看一看游戏啊，虽然到夏天了，我们还是选择在室内，室温呢25到27度，手机亮度设置为300尼特，并且开启手机的 X 模式来进行测试。王者荣耀极限帧率120帧，超高分辨率，抗锯齿打开。整个测试下来呢，平均帧率是120.1帧。测试结束之后啊，正面温度41.1，背面呢40，半小时耗电8%，表现的是比较稳定的啊，运行也没什么压力。来看一下和平精英 HDR 高清极限帧率，抗锯齿阴影都打开，30分钟呢平均帧率是59.9。测试结束之后啊，正面温度40.7，背面呢40.1，耗电8%。帧率图你可以看到啊，全程几乎是一条直线，很稳定，而且呢机身温度控制的也不错。再来看原神啊，手动开启高画质60帧，开启抗锯齿，运行30分钟，平均帧率到59.3帧。从帧率图可以看到呢，游戏全程帧率都没有大幅度的波动和下降，整体表现是比较令人满意的。原神画面的输出分辨率啊，如图所示。至于大家关心的温度方面呢，测试结束之后，正面温度45.3，背面呢46.1，耗电16%。游戏环节整个测试下来呢，只有原神的温度是比较高的，达到45度以上。那只靠手机内的被动散热啊，也许就无法满足你的需求了。那这时你可能需要 ROG 的酷冷风扇6。和去年最大的不同呢，本次酷冷风扇6啊，采用了半导体制冷芯片，并且呢通过 Type-C 接口和 ROG 6系列的手机来相连。连上风扇之后啊，你还是可以通过这个风扇底部的接口，同时给手机和风扇2个设备来通电。整个风扇装上之后呢 ，RGB 灯亮起，气势十足啊。我们呢可以通过智控中心选择智能、风冷、酷寒、极冻4种不同的冷却模式，来满足你不同场景下的散热需要。另外啊，这可不只是风扇那么简单，除了炫酷的 RGB 灯组，最重要的呢是新的背部按键，这和专业手柄看齐了。在加装酷冷风扇之后啊，最多可以映射屏幕中的20个操控点位，大大突破了传统智能手机2指输入的限制。通过实际游玩测试呢，酷寒模式来游玩原神30分钟，那正面温度可以下降2.4度，背面的温度下降3.6度。只看数值的话，你可能感觉这温度下降的不多啊，但是别忘了手部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。我们实际体验下来呢，长时间的握持就比以往要温和很多了。当然，半导体散热呢是要外部供电的，而且你采用的是手机供电，我们实测下来呢，耗电从16%增加到24%。另外呢，由于加装酷冷风扇之后啊，重量呢也是有所增加。那实测手机加风扇重量来到357克。那说到手柄啊，本次的 ROG 双控手柄3这升级是很有趣的，新增了月光白色搭配幻影白的 ROG 6 Pro， 很和谐。那这款手柄啊，可以适应不同的游戏场景，既可以将2个手柄呢安装在底座上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手柄，就好像那个谁他家组装起来的样子。通过蓝牙连接方式啊，将手柄和手机相连，就可以用手柄来玩手机端的游戏了。另外呢，你还可以通过 USB-C 的接口将手柄和手机来连接，实现近乎零延时的即时操作。我们再拿出 ROG 定制的手机壳，此时啊，你可以把手柄装到手机壳上。组装好之后，我们就获得了一台，对不起啊，拿错了啊，这个才是。看到这2台机器放在一起，你想说什么呢？
刚才咱们测试过了，一些手游大作啊，还是让整机的温度提升不少。那接下来咱们就将 ROG 6 Pro 的外设拉满，将手柄呢和酷冷风扇同时安装，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来再测试30分钟原神啊。这回呢平均帧率是59.5，正面温度42.1，背面呢43.2。你乍一看好像温度帧率变化不大啊，但是呢你别忘了啊，我们测试的过程当中是边充电边玩的，而且呢还套上了4边封闭式的定制外壳。在这种情况下呢 ，ROG 6 Pro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那如果你是游戏玩家的话，会考虑购买这2款配件吗？充电续航方面，本次 ROG 游戏手机6 Pro 搭载了超大的6000毫安时电池，再加上65瓦的充电续航组合。实测呢，5分钟充电21%，10分钟36%，30分钟呢79%，充至显示100%啊，用时41分钟，到涓流充电结束，一共用时55分钟。快速充电当然很重要啊，但是呢，电池寿命对于手机来说同样很重要。想要持久啊，你就不能太快。ROG 手机呢，在手机电池维护上也做出了努力啊。你可以选择和缓充电，通过比较低的充电功率呢，延长电池寿命。这里还增加了定时充电，在你晚上睡觉不用的时候呢，做一个时间安排，来减少手机充满不用的时间，从而保护电池。此外呢，还有笔记本上面常见的3档充电上限的选择，这样来全方位的保护你的手机电池，不会让你用1年2年就衰减严重。在后面的续航测试里面呢，我们采用常规的5项测试，最终剩余电量是56%，在6000毫安时的电池下，续航呢还是有保障的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次 ROG 游戏手机6 Pro 的全部内容了。你可以看到啊，在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不小的提升的。新的高通骁龙8 Plus 在性能上提升不少，升级到165赫兹的高刷新率啊，能够让你在各个档位自由的去调节。按键操作和触控呢，也都是 ROG 游戏手机一直以来所擅长的。另外，这次非常有特色的配件啊，也扩展了我们游戏手机的使用场景。最后，满分100分，大家可以给这次 ROG 游戏手机6 Pro 打一个分数吧。